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小新，今天教大家一款呆萌小方包可可鸭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小方包由主体和配件组成，先制作主体，再安装配件。首先学习主体的制作方法，由包底、包身、内衬、包盖和口径组成。其中，包底是成品，先在包底上钩织包身，然后缝合内衬，接着制作包盖，最后缝合口径，并连接包身和包盖。先来钩织包身，来看成品，分为背带裤和上衣两个部分。其中背带裤部分用断染线钩织，在包顶上接线，逆时针绕圈向上钩织。上衣部分换线，用纯色线钩织。完成后安装背带和扣子，最后制作和安装内衬。起针和 R1 的钩织参考图解，其余部分用表格表示。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用到的针法有 CH 锁针、X 短针、K 空针、V 短针加针和引拔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钩织前来看一下，断染线有多种颜色的分段，钩织起始位置的颜色不同，成品的效果也不相同。大家可以参考成品或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断染线相应颜色部位开始钩织。为了方便大家观看，这里我用棉线做演示，配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取出包底，将包底上有脚钉的这一面对着自己，这一面是包底的正面，包底是正方形，将转角位置这个洞眼看作是一个角，两角之间的洞眼看作边，可以发现这两条边是7个洞眼，这两条边是6个洞眼。在7个洞眼这条边，从左往右第3个洞眼上接线，钩第一圈。左手挂好线，将线放在包底这个洞眼后面，预留一点线头，钩针穿入这个洞眼，逆时针绕线将线钩出，将这2根线拉到与包底边缘齐平的高度，接线完成。接着立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不算一针。接下来在下方洞眼中钩3个短针，钩织时将接线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收进去。然后调左侧相邻洞眼，钩3个短针。下一个洞眼钩4个短针。
往下对照图解，每个动眼钩织对应数量短针，钩完这一圈。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然后在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钩引拔针，拉紧。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实际在绕圈钩织时，结尾都要钩引拔针并拉紧。第一圈完成。接着钩第二圈 ，R2 是 x seg k 乘44，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立针锁针起立，我再强调一次，每一圈的开始都要钩起立针，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在上一圈第一针针目中钩一个短针，也就是引拔针的入针位置，在此处钩一针短针，接着钩一针锁针过渡，空出一个针目不钩 ，x seg k 就钩好了。我再演示一次，调左侧第二个针目，钩一针短针，一针锁针过渡，空出一个针目，调左侧第二个针目，钩一针短针，一针锁针过渡。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间隔一个针目钩一针短针，每个短针之间钩一针锁针连接，钩完这一圈。完成后，挑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二圈完成。接下来钩第三圈，立针锁针起立，再钩一针锁针过渡，空出下方针目，调左侧锁针对应位置，第一圈这个短针的针目，钩一针短针，一针锁针过渡，空出左侧针目，挑下一个锁针位置，第一圈对应针目，钩一针短针。来看一下织片，这一圈的钩织规律就是在上一圈的锁针对应位置，挑第一圈的短针的针目钩短针，每个短针之间钩一针锁针连接，往下按照这个规律钩完这一圈。钩完最后这个短针，挑第一个锁针动眼，引拔连接，拉紧。第三圈就钩好了，继续钩第四圈，立针锁针起立，在起立针下方锁针动眼位置挑第二圈，对应短针的针目钩一针短针，
一针锁针过渡，空出左侧针目，挑下一个锁针位置，第二圈对应短针的针目，钩一针短针，一针锁针过渡，往下间隔一个针目，挑第二圈短针的针目，钩一针短针和一针锁针，钩完这一圈。完成后，在第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拉紧，第4圈就钩好了。往下第5圈到第20圈就是重复第3圈和第4圈的钩织规律，大家将它们钩完。现在小样已经钩了几圈，我来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短针是这样长 V 字形的纹理，最下方这个 V 字形纹理是第3圈钩织的短针形成的，交错数这样的短针纹理：3、4、5、6。现在钩了6圈，往下大家钩完背带裤部分对应圈数，全部完成后，再钩一针锁针固定，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拉紧。小样背带裤部分就完成了。从第21圈开始钩织上衣部分，先来接线，取出对应配色线，打一个活结，钩针穿入线头下方针目，将活结钩出，调整一下线圈大小，接线完成。接着钩一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注意边钩边收好所有线头，然后调左侧锁针动眼，钩一针短针，往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钩完这一圈。完成后，挑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21圈就钩好了。往下每一圈都是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直到最后一行前，大家自行将它们钩完。全部完成后正常断线。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最后一行的钩织方法，将包身按照包底的形状调整为长方体，把线头位置有引拔痕迹的这一面看作包身的背面，相对这一面作为包身的正面，将包身的正面朝着自己，找到右侧这个转角，从这里往右数5个针目，在第5个针目位置接线钩织。立一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接着调左侧相邻针目，一一对应钩3针短针，完成后调左侧针目，
钩一个短针加针，也就是挑这个针目钩2针短针。这个短针加针就钩好了，继续钩一针短针加针。往下对照表格顺序，钩织对应针法，钩完这一行。全部钩完后，再钩一针锁针固定，预留6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第30行就钩好了。接下来钩织背带，取出对应配色线，打一个活结，将包身的正面朝着自己，找到上衣第1圈，正面中间这13针，背带钩织在它们两侧。先来钩右侧背带，钩针穿入上衣第1圈，中间这13针，右侧相邻1针的入针位置。将活结钩出，调整好线圈大小。接着挑上方对应1针，钩1针引拔针，往下挑正上方这一列，1针对应1针，钩引拔针，直到第29圈针目对应位置。现在到了这个位置，直接预留5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线头钩到包身内部，藏一下线头，按照相同的方法对称钩织左侧肩带即可。背带完成后，分别在背带起始位置缝合扣子，剪取一段对应配色线，抽出2股，穿入大小合适的经纬针，将扣子缝到背带末端，注意向下凹的这一面朝上。缝合方法不固定，缝合牢固即可。
缝完后，将首尾的线头打死结，剪断多余的线头，这个扣子就完成了。按照相同的方法缝合另一颗扣子。到这里，包身的钩织就讲解完了。接下来制作内衬，先将网格片裁剪为4个宽9厘米、长9.5厘米的方片。我小样这里尺寸随机，已经裁剪好了。接着将这2个网格片较短的这条边连接起来，剪取一段上衣同色线，抽出2股穿入缝针。这里线裁随机，这也是方法。尾部打一个结，将这2个网格片对齐，找到这条短边，缝针穿入边缘第一个洞眼，再穿入线尾的线圈，拉紧，往下挑洞眼，卷针缝合，缝完这个短边。缝完后打死结，剪断多余的线头，这2个网格板的短边就连接好了。往下按照这个方法，将所有的网格板短边缝合，形成这样宽9.5厘米、长36厘米的长条。大家看，这个就是小样网格板都连接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将内衬布裁剪成图纸标注尺寸的长条，将连接好的网格板放在内衬布中间，先将这2个短边多出来的内衬布向内折叠，包裹网格板，缝好。可以将上衣同色线抽出2股，挑对应位置洞眼定缝。大家看，我小样内衬的短边就缝好了。继续按照同样方法，将长边多余部分向内折叠缝好。
大家看，这样内衬布就包裹网格板缝好了。接下来将网格板这一侧朝外围成这样的立方体，将首尾这条边缝合固定。缝合方法不固定，缝合牢固即可。大家看，内衬形成了这样中空的正方体。将缝好的内衬放入包身，注意将首尾连接位置与包身的背面对应。调整好位置后，挑上面这一圈的洞眼位置和包身第28圈针目对应定缝。注意边缝边调整，不要缝歪了。缝完后，挑附近的线圈打死结。藏好线头，这样内衬就安装好了。接下来钩织包盖，来看成品，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形成这样的正方形。完成后缝合口径，最后连接包身与包盖。用到的新针法为 W 短针一针放3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手指绕线双环起针，下面钩第一圈 ，R1 是 8x，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钩几个短针。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钩8个短针。先立一个锁针起立，然后调起针的线圈，钩8针短针。完成后可以核对一下针数，然后收一下线头。这样线圈就收好了。接着在这一圈
第一个针目上钩引拔针，拉紧，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二圈，另一针锁针起立，在上一圈第一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加针，边钩边收一下起针线头，接着调左侧相邻针目钩一针短针，再钩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也就是在这个针目上钩3个短针。这个短针一针放3针就完成了。X W 就钩好了，往下再钩一针短针和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重复2次。完成后，再钩一针短针，然后挑第一个短针加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接着与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二圈就完成了。起针的线头已经收了一圈，可以直接剪断。继续钩第3圈，另一针锁针起立，钩一针短针加针，然后钩3针短针，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重复3次。完成后，再钩3个短针，然后在这个短针加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短针，接着在第一针上引拔连接，拉紧，第3圈就完成了。往下第4圈到最后一行前，对照表格顺序钩织对应针法，可以发现每一圈的加针位置都是钩在上一圈加针位置中间这个针目上，织片形成这样的正方形。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大家对照表格将它们钩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最后一行的钩织方法。在钩织前，我们需要用度线的方法调整起始位置，拉大线圈，然后将线团从线圈中穿出，稍微拉紧线头，接着往右数4针，将线从第4个针目中钩出。注意，这里度线不要拉得太紧或太松，保持织片平整，这样线头就调整了起始位置。这个就是度线的方法。另一针锁针起立，挑接线位置钩一针短针，注意边钩边将度线收进去。继续对照表格顺序钩织对应针法。
全部完成后，预留6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这个包盖就完成了。接下来缝合口径，将口径打开，一半与包身最后一行位置缝合，另一半与包盖最后一行缝合。我们先来缝合包盖，将口径开口朝上，包盖的正面朝外，最后一行的边缘放在这一侧口径里面，注意不要缝反了。为了方便缝合，可以先找几个点进行固定。固定的线材颜色随机，抽出2股作为细线固定。固定时注意将织物的边缘尽量卡到口径最底部。这样口径和织物就固定好了。接下来开始缝合，将包盖预留的线头穿入大小合适的经纬针，用回针缝的方法进行缝合。将针从里往外，从第一个小孔穿出，然后从第2个小孔穿入，同时穿过织片对应位置。再从织片这一圈与口径的第3个小孔对应位置穿出，接着再穿回第2个小孔，从第4个小孔穿出，再穿回第3个小孔，像这样前进2个小孔，再往回退1个小孔入针。这个方法就是回针缝，
按照这个方法缝完这一侧。缝完后打死结，藏好线头，这个包盖就缝合到口巾上了。按照相同的方法，在包身最后一行位置缝合另一半口巾。大家看，这个就是小样口巾缝合完成后的样子。往下连接包身与包盖，取出包盖同色线，打一个活结，合上口巾，将包盖与包身对齐，包盖的正面朝着自己，口巾朝右，钩针同时穿入口巾左侧相邻包盖边缘针目的前半针，和包身对应针目的后半针，将活结勾出，调整一下线圈大小，继续同时挑左侧相邻位置包盖边缘针目的前半针和包身边缘针目的后半针，钩一针引拔针，往下一针对应一针，同时挑左侧相邻织片对应半针，钩引拔针，钩完边缘剩余针目。完成后，直接预留5厘米线头，剪断，将线头勾到织片内部，藏好线头，这样包身和包盖就连接好了。到这里，主体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制作配件，包括五官、四肢和装饰。首先来制作五官，包括眼睛、腮红、呆毛和鼻孔，分别钩织各部分，然后安装到包盖对应位置，最后绣制鼻孔。请看演示。首先来钩织眼睛，取出对应配色线，起针钩4针锁针，
然后勾第一圈，挑倒数第二个锁针辫子，上方半针勾一个短针加针，再挑左侧相邻锁针的上半针勾一针短针，接着挑最后这个锁针辫子勾一个短针，一针放3针，旋转织片，挑左侧锁针剩余的2根线，也就是这个短针的入针位置勾一个短针，边勾边收一下起针的线头，继续挑左侧相邻锁针位置勾一针短针，然后挑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第一圈就勾好了。往下，第2圈到第4圈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大家按照表格的针法顺序重复钩织对应的次数即可。这里我说明一下，表格中 R3 到 R4 不加不减 14x， 表示从第3圈开始，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每一圈都是14针，一直钩到第4圈结束。钩织时不要忘记钩起立针和引拔针。我这个是钩了几圈不加不减的小样，不加不减的钩织会使织物自然翻卷，调整织物使正面朝外。往下，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参考表格自行将这几圈钩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第5圈的钩织方法。立一针锁针起立，钩一个短针减针，钩针依次穿过左侧相邻2个针目的前半针，绕线，依次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线圈，重复2次。1、2，短针减针完成。这种只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用这种方法钩织，针与针之间的缝隙比较小，织物整体更精致。再钩一个短针减针，接着钩一针短针和3个短针减针，完成后再钩一针短针和一个短针减针，与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接下来往织物中塞入少量线头，不用塞得太紧，使眼睛鼓起来就行。第5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6圈，立一针锁针起立，钩一针短针减针，然后钩一针短针，接着
钩一个短针，3针并1针，钩针穿入左侧针目，将线钩出。这是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继续钩2个短针的未完成针。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这个短针3针并1针就完成了。接着钩1针短针减针，然后挑第1个针目，引拔连接，拉紧，最后1圈就完成了。接着断线，预留20厘米的线头，剪断，直接把线头拉出并拉紧，再将线头穿上缝针，依次挑最后1圈针目的前半针，然后一次抽紧，收口完成。整理一下眼睛的形状，形成了这样的椭圆形。缝针从收口中心穿入，椭圆形长边一侧穿出，多余的线头用于后面缝合，这个眼睛就完成了。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另一只眼睛即可。接下来安装眼睛，来看成品。眼睛横向缝合在包盖第4圈到第6圈之间，2个眼睛前边缘与包盖中心大致对应，内侧边缘与包盖第2圈针目大致对应。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将眼睛起针位置朝前，确定好位置后，调眼睛这一侧长边中间区域的边缘与包盖对应位置缝合。缝完后打死结，藏好线头，然后将针插眼睛插入起针的中心，用胶水粘贴牢固。这个眼睛就安装完成了。按照相同的方法安装另一侧的眼睛。到这里，眼睛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腮红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我小样已经钩好了。注意
在织片反面收好起针的线头，然后正面朝前缝合到眼睛前方外侧大约位置，将腮红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确定好位置后，挑织片后半针与包盖对应位置，缝几针固定。敷完后打死结。藏好线头，这个腮红就安装好了，对称安装另一侧腮红。接下来钩织呆毛，先起针钩7针锁针，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半针一一对应钩3针短针和3针引拔针。完成后再钩9针锁针，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对应钩4针短针，和4针引拔针。接着钩8针锁针，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对应钩3针短针，和4针引拔针。然后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这个呆毛就钩好了。往下安装呆毛，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呆毛的反面朝前，缝合在包盖第9圈与第10圈中间位置。将呆毛竖起来，调底部与包盖对应位置，缝几针固定。打死结。藏好线头，
自行藏好起针的线头，这个单毛就安装好了。接下来绣至鼻孔，剪取一段对应配色线穿入缝针，先在包盖反面中心附近缝几针固定。注意，线头不要漏到包盖正面。接着在眼睛前方第3圈转角位置缝出这样2根线，完成后在包盖反面打死结，藏好线头。这个鼻孔就绣好了。到这里，五官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制作四肢，包括手、脚和尾巴，分别钩织各部分，然后缝合到包身对应位置。请看演示。先来钩织手，前9圈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需要的针法前面已经演示过了，大家对照表格顺序钩织即可。我小样已经钩好了，小样中塞了少量线头。接下来钩第10行，将织片沿着线头位置对折。表格方括号中的针法表示钩织在同一位置，这里都是同时挑对折的织片，前后对应的2个针目钩织。先钩3针锁针，然后同时挑左侧这2个针目钩2针长针，再挑同一位置钩1针引拔针，然后钩2针锁针，同时挑左侧相邻位置，前后2个针目，钩2针中长针，和1针引拔针。接着钩1针锁针，同时挑左侧剩余2个针目，钩2针中长针，和1针引拔针，预留3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第10行完成，这个手就钩好了。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另一只手即可。接下来安装手，来看成品。2只手缝合在包身两侧，大致在眼睛后方
大约位置，起针位置朝下，稍微往前倾斜一定角度。手的最后一行漏到包盖上方。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将手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从线头附近穿入。手需要缝合的这一侧大致中间穿出。调整好手的位置后，挑包身线圈与手这一侧缝合。完成后打死结。藏好线头。这个手就缝好了。按照相同的方法对称安装另一只手即可。脚的钩织方法与手类似，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绕圈钩织对应圈数，塞入少量线头填充，最后一行对折织片，同时挑前后对应的2个针目钩织。需要的针法前面都演示过了，大家对照图解顺序钩织即可。完成后缝合到包身正面下方2个角的位置，缝合时都是最后一行朝上，稍微向外倾斜一定角度。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对照表格将它们完成。接下来钩织尾巴，尾巴同样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起针、逆时针、绕圈钩织对应针法。全部完成后需要收针，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收针的方法。尾巴最后一圈钩完对应针法后，直接预留3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线头穿入缝针。先从第一个短针针目穿出，再穿入最后这个针目中间，稍微拉紧，这样收针就完成了。接下来缝合，将尾巴缝合在身体右下角，注意将夹针位置朝上。调尾巴最后一圈与包身对应位置缝合。缝完大约一半时，塞入少量线头，再缝完剩余位置。
缝完1圈后打死结，藏好线头，这个尾巴就安装好了。到这里，4只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接下来制作装饰，包括口袋、帽子、蝴蝶结和包带。首先来制作口袋，取出对应配色线，起针钩11针锁针，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调锁针上方半针，一一对应钩10针短针。第1行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行，另一针锁针起立，翻表示翻转织物，将反面对着自己，逆时针翻转织片。钩一针普通的短针减针，先钩2个短针的未完成针，然后绕线一次穿过，这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接着一一对应钩6针短针。再钩一个普通的短针减针。第2行完成。继续钩第3行，另一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钩一针短针减针，再钩4针短针，和1针短针减针。第3行就完成了。第4圈围绕织片钩边，另一针锁针起立，翻转织片，一针对应一针钩短针，钩完这条边。完成后，继续挑短针侧边这样2根线，大致1行对应钩1针短针。到了起针的锁针位置，调锁针剩余2根线，一一对应钩短针。往下按照这个方法钩完这一圈。完成后，直接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收针。这个口袋就完成了。将第4圈钩边的短针为正面的这一面作为口袋织片的正面。接下来将口袋织片正面朝上缝合到包身
正面，背带裤区域大致中间位置。缝合方法不固定，缝合牢固即可。这个口袋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制作帽子，由帽子织片和叶子组成。帽子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对照表格顺序钩织对应针法即可。完成后预留3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收针即可。方法与前面相同。我来演示一下叶子的制作方法。剪取一段15厘米左右长度的细铁丝，取出对应配色线，从细铁丝下方钩出，再立一针锁针起立，然后挑细铁丝钩一针短针，注意将起针的线头包进去。往下按照这个方法继续挑细铁丝，再钩9针短针。完成后预留10厘米左右线头断线。将钩好的针法放在细铁丝中间，从中间对折，再将两侧反向折回来。形成这样小嫩芽的形状。整理一下织片，将顶部并拢，用线头缠绕几圈。涂抹胶水，固定。剪断多余的线头。接着取出帽子织片，将叶子插入帽子起针的中心，用胶水固定。将多余的细铁丝盘绕在帽子内部，填充一点线头。
接着将帽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先在织片内部缝一下，将线头过渡到帽檐内部，然后将帽子缝合到包身后面的右上角。缝合方法不固定，注意线头不要漏到帽子正面，缝合牢固即可。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行将它缝好，这个帽子就完成了。接下来制作蝴蝶结，剪取7厘米长的织带。我小样这里织带花纹随机，只演示方法。先剪取一段对应配色线，抽出2股备用，取出织带，织带的正反面相同，先将两端向内折叠，形成这样的3层。再横向往前对折，然后将两侧往后折叠，中间形成这样的褶皱。取出前面预留的线头，将中间缠紧，打结固定。剪断多余的线头，这个蝴蝶结就做好了。将它粘贴在包身正面上衣的大致中间位置。这个蝴蝶结就做好了。接下来制作包带，取出仿皮绳，剪成长度相同的3段。我小样这里绳子的配色随机，长度较短，只演示方法。先将这3根绳子的一端对齐，打一个结固定。然后编成麻花辫，编出大致1米左右长度，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完成后，将另一端打结固定。
接着取出钢丝圈，将编好的皮绳一端穿入小圈，对折，取出蜡绳，先将一端对折，另一端从另一侧紧紧地缠绕4到5圈，然后穿入预留的绳圈，拉紧绳子两端，剪断多余的绳子，绳头位置可以用打火机烧一下，注意不要烧到皮绳。完成后，剪断皮绳打结部分，在小圈上安好龙虾扣，包带的这一端就完成了，按照相同的方法处理包带另一端即可。到这里，这款包包的制作方法就讲解完成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